后你刷到一条热搜，标题大意是王一博外号型人格，愣了一下，外号，这词新鲜。点进去看，原来是他做饭把锅烧糊了。换做别人，可能已经在心里写了一篇800字的自我检讨，我是不是连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？我是不是做什么都不行？但他没有，他看了看那口黑漆漆的锅，非常平静地来了一句：这锅不好。就这5个字，没有犹豫，没有内疚，没有但是我是不是应该的转折。锅糊了，锅的问题。句号，我承认，看到这我笑了，但笑完之后，心里某个拧了很久的结忽然松了一点点。后来网友把他那些绝不内耗的名场面剪到一起，我才发现这人的脑回路真的跟大多数人不是一条线。录节目口播卡壳，旁边的人已经紧张到不行，他不慌不忙，转头安慰对方：你别紧张，我不紧张，是冠名商紧张，你听听，多离谱。但你又不得不承认，这句话一出来，整个场子的气压就变了。原本那种完了搞砸了的窒息感，被他4两拨千斤的卸掉了。记者采访他，问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，语气里带着那种预设好的同情，就等着他眼眶一红，讲个惨故事。他偏不接这个茬，笑嘻嘻的反问：你吃过苦瓜吗？你看，他不是不懂那套叙事，他太懂了。他知道对方要什么，知道观众期待什么，知道在这个时代，卖惨是最省力的流量密码。但他就是不配合。他不把自己的经历加工成催泪素材递到你面前，不消费自己的伤疤换取3秒钟的共情。他选择用一句玩笑把沉重的框架拆掉，然后轻装走人。说实话，这种能力我挺羡慕的。我们这代人从小被训练成一种向内归因的生物。考试没考好，是你不够努力；工作出了纰漏，是你能力不行；连跟人吵架没发挥好，半夜都要爬起来恨自己嘴笨。所有的箭头永远指向自己。你不敢怪环境，不敢怪运气，不敢怪那个明显不合理的制度，因为一旦你往外指，就会被扣上找借口、不反思、没有成长型思维的帽子。于是我们学会了把所有的刀都朝内，但王一博好像从来没接受过这套规则。综艺里玩游戏，他觉得赛制不公平，不憋着，不算了，忍忍就过去了，直接当场找导演理论。网友封他拒绝职场破案第一人，这话当然是调侃，但调侃底下藏着一种真实的羡慕。多少人被领导阴阳怪气了，回家只能在被窝里生闷气，第2天还得笑着说好的收到。他倒好，当场就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外号仅仅是一种耍赖，一种都是别人的错我永远没错的无赖逻辑，那他不值得被讨论。真正让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他的另一面。他拍攀岩纪录片，有一段我反复看了好几遍。教练看他爬得吃力，指了指旁边一块凸起的石头，意思是踩那个，借力上去，省很多事。他摇头。教练说踩上去就到了，结果是一样的。他说了3个字：我在乎。他在乎的不是到没到顶，他在乎的是到顶的方式，是自己一步一步，手指磨出血来，肌肉抖得像筛糠，但确实是靠自己爬上去的那个过程。你看，这才是完整的他。对外，他拒绝不合理的压力，拒绝被定义，拒绝无谓的自我消耗。但对内，他有一套极其严苛的标准，不是别人强加的那种严苛，是他自己选的。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知道哪些苦值得吃，哪些亏不必验。遇到真正超出能力范围的事，他也不会硬撑，不逞强，不为了面子把自己逼到崩溃。他会说我属于慢慢进步的那种，然后真的就按自己的节奏来，没有焦虑，没有别人都到了我还在半山腰的恐慌，就是接受，干干净净的接受。最让我意外的是他事业最顶峰那段时间做的选择。你想想，一个顶流，正是商业价值最恐怖的时候 ，S 家的剧本一摞一摞往桌上堆，综艺邀约排到明年。换做任何一个人，理性选择都是趁热打铁，疯狂输出，把每一秒热度都变现。但他按了暂停，推掉那些项目，跑去山里攀岩，去赛道上骑摩托，去过那种没有任何镜头对着的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日子。这在流量逻辑里几乎是自杀行为，但他好像根本不在乎那套算法。他算的是另一笔账，如果连轴转把表演变成流水线，把热爱磨成机械劳动，那赚再多的钱又怎样？他宁可少赚一点，也要保住那口气，那口让自己站在镜头前还能觉得这事儿有意思的气。这种清醒比任何公关话术都罕见。还有一个细节我一直记着，春晚那次他有一个很小的失误，搁别人身上可能已经连夜发小作文道歉，上3个热搜解释，让粉丝心疼够本，然后故意剥粉。他呢，轻轻带过去了，该干嘛干嘛，下一个舞台照样上，不放大
不咀嚼，不把1秒钟的瑕疵变成持续3天的情绪事件。后来他参加摩托车比赛摔了车，退赛，粉丝心疼，有人开始在网上攻击其他车手。他第一时间出来说话，不是卖惨，不是博同情，而是制止。他说，竞技就是这样，正常心态面对就好，你发现没有？他处理所有事情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不纠缠，不跟已经发生的事纠缠，不跟无法改变的规则纠缠，不跟别人的期待纠缠，甚至不跟自己的情绪纠缠。翻篇，往前走，把精力花在还能创造点什么的地方，而不是反复舔舐已经结痂的伤口。我有时候想，我们这代人到底在焦虑什么？可能不是事情本身有多难，而是我们在事情之外又叠加了太多层戏。饭糊了，本来重新做一锅就行，但我们偏要上升到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人。口播卡了，本来笑一笑重来就行，但我们偏要上升到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我很蠢。1件事变成10件事，10件事变成100件事，最后把自己淹没在根本不存在的风暴里。王一博的做法没有什么高深的哲学，他就是把那些多余的戏全砍了。锅糊了，换口锅，口播卡了，怪冠名商，然后继续。不公平就说出来，不想干了就停一停，想爬山就去爬山，想慢一点就慢一点，没有内心戏，没有第3幕反转，没有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我是不是也有问题？就是干脆我知道有人会说他是明星，他有底气，他当然可以不在乎。这话对也不对，对的是他确实有实力托底。他的外号不是空中楼阁，是建立在我确实能行的自信之上的。不对的是，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并不需要什么前提条件。你不需要是顶流才能在饭糊了的时候说一句这锅不行。你不需要有8000万粉丝才能在不公平的时候开一次口。你不需要等到功成名就才能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。我们缺的不是能力，是许可，是给自己发一张你可以不内耗的许可证，是告诉自己，不是所有的错都是你的错。不是所有的压力都必须由你的未来消化，不是所有的夜晚都必须用来审判自己。所以与其说王一博治好了谁的精神焦虑，不如说他提供了一个证据，原来人可以这样活，原来你可以不把刀对准自己，原来你可以把锅甩给锅，把紧张甩给冠名商，把不公平甩回去，然后拍拍手，继续过自己的日子。这不是逃避，这是止损。凌晨2点47分，如果你还醒着，如果你还在反刍白天那件破事，试试换个思路。也许不是你的问题，也许就是那口锅不好，然后翻身闭眼睡觉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而你不必再为今晚多熬的那2个小时惩罚自己。